越是觉得穷途末路的时候，越要敢于就在原地坐下；越是风雨飘摇的时刻，越要让自己静得像一块石头。这听起来像是某种疯狂的悖论，毕竟在这个崇尚速度与结果的时代，所有的声音都在催促你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挣扎起来，反击回去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种本能的恐慌性挣扎，恰恰是你陷入泥潭更深的原因。真正的自救，不是向外抓取救命稻草，而是向内沉降。人生的低谷，从来不是命运对你的惩罚，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道场，是心性的磨砺场。当你觉得一切都在阻碍你的时候，那是因为生活试图让你停下来，去看见那些你在狂奔中遗落的东西。沉住气，这不是无奈的忍受，不是消极的等待，而是佛学里最高级的智慧。在因缘不具足时，懂得折服；在万物凋零时，懂得养根。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切入这座位于城市边缘的古旧寺院，尘埃在光柱里无声地翻滚，像极了无数个微小的念头起起灭灭。老李坐在庭院角落的一张斑驳石凳上，手里捏着一串还没盘出光泽的星月菩提。他是一家小型机械公司的创始人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前创始人。就在3个月前，他亲手解散了那个他倾注了5年心血的团队。此刻，寺院的静谧像是一层透明的薄膜，将他和墙外那个喧嚣的世界隔绝开来。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安静，思绪像是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，不断地将他拉回那个决定性的下午。那是记忆与现实的反复拉锯，一种回环往复的折磨。他记得那天会议室惨白的灯光，投资人把一份补充协议甩在桌上，语气冰冷而决绝。只要你在产品使用寿命上做一点妥协，这一轮融资马上到账，你的公司就能活，你的员工就能有饭吃。这只是商业，老李，别谈什么情怀，那是生与死的抉择。一边是唾手可得的资金，能让他继续维持成功者的虚荣，能保住几十个家庭的生计；另一边是他创业之初立下的誓言，绝不生产工业垃圾。现实的引力是巨大的。他想起那天晚上，看着公司账上即将归零的数字，想起家里刚出生的二宝，想起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员工期待的眼神。妥协似乎是唯一的出路，也是最成熟的选择。这种坚持有意义吗？坐在石凳上的老李痛苦地闭上眼睛。此时此刻，一阵风吹过庭院里的银杏树，叶片沙沙作响，仿佛无数人在窃窃私语，嘲笑他的迂腐。他又回到了那个下午，在漫长的沉默后，他听见自己干涩却坚定的声音：我不签。那一刻，他推开了那笔钱，也推开了世俗意义上的生路。公司倒闭了，债务压身，合伙人指着鼻子骂他自私。妻子虽然没说话，但眼里的失望像针一样扎心。这一刻，坐在寺院里的他感到的不是道德胜利的喜悦，而是深深的自我怀疑。我是不是错了？我是不是太固执了？在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世界里，清高是不是一种罪过？一位正在清扫落叶的老僧缓缓经过，扫帚划过地面，发出单调而有韵律的沙沙声。老僧没有看他，只是专注于脚下的方寸之地，仿佛扫地就是整个宇宙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一瞬间，老李看着老僧的背影，突然意识到，这扫帚下的尘土和自己心里的焦虑本质上并无不同。他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他还在向外求一个结果。他执着于那个失败的标签，执着于如果当初妥协了会怎样的幻想。他忘了，当初那个决定并非冲动，而是他内心深处良知的本能选择。那个拒绝签字的瞬间，不是毁灭，而是他心性中某种坚硬如铁的东西在成型。现实的困境依然存在，债务依然要还，但他突然明白，这场失败不是结束，
而是一次深耕。就像这寺院里的古树，在成为参天大树之前，必须先在黑暗泥泞的土壤里忍受漫长的无人问津的寂寞。他选择不妥协，就是选择了一块更硬的磨刀石。这看似是绝路，实则是命运在筛选出那些真正有资格承载更大使命的人。我也曾有过这样一段晦暗不明的日子，那时候我像是一个迷失在浓雾中的旅人，急于找到出口，急于证明自己。我拼命地做加法，接各种不适合的项目，见各种无效的人，试图用忙碌来掩盖内心的虚无。我以为只要我跑得够快，焦虑就追不上我，但事实是，越是急于求成，越是漏洞百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彻底累垮了，被迫停下来。在那种强制性的停顿中，我才惊恐地发现，我所谓的努力不过是恐惧驱动下的盲动。我害怕被遗忘，害怕不被认可，害怕那个无能的自己。这种恐惧就是佛法里说的我执。当我不顺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是外界在针对我，但当我真正沉下心来，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自己的内心时，我发现所有的痛苦都源于我对顺境的贪恋，对逆境的抗拒。我想要花开，却不想经受风雨；我想要果实，却不愿忍受漫长的孕育。这种觉察让我羞愧，也让我清醒。原来沉住气不是让你在逆境中麻木，而是让你在混乱中找回那个觉知者。当你能跳出情绪的漩涡，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的焦虑、愤怒、不甘，你会发现这些情绪不过是天空中的浮云，来来去去，而你的本心是那片如如不动的蓝天。也许你正处在职业生涯的瓶颈期，看着同龄人在社交动态里晒升职、晒加薪、晒光鲜亮丽的生活，而你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弃儿。你每天在焦虑中醒来，在失眠中睡去，觉得自己的价值在不断贬值。这时候，请你沉住气，不要因为别人的节奏而打乱了自己的步伐。人生不是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那些在这个阶段看似领先的人，也许透支的是未来的潜力，而你此刻的停滞，也许正是在为下一次的跃升积蓄势能。这就像是竹子定律，在最初的几年里，你根本看不见它的生长，因为它在向下扎根。所有的不顺都是在逼你向下扎根，逼你去修一颗平常心，去接纳暂时的暗淡。又或许你正深陷一段充满误解和期待错位的亲密关系中，你觉得对方不懂你，觉得付出的真心被践踏，你想要争辩，想要证明，想要一个公道。这时候也请你沉住气，关系中的摩擦往往是自我投射的镜子，与其急着去改变对方，不如先稳住自己的心。就像深水静流，水面波涛汹涌，水底却要纹丝不动。当你不再被对方的情绪牵引，当你能守住内心的清明，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伤害，其实是你自己的执念在作祟。沉住气，不去激化矛盾，不去放大痛苦，给彼此一点时间和空间，因缘流转，困局自会化解。现在无论你在哪里，可能是在拥挤的地铁上，可能是在深夜的办公桌前，请允许我邀请你做一个微小的练习。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仪式，只是一次对自我的温柔回归。请你轻轻闭上眼睛，或者将目光柔和地投向地面，想象一下，你自己就是一颗被埋进深土里的种子，四周是一片漆黑，你看不到光，感觉不到方向，甚至能感觉到泥土沉甸甸的重量压在身上。这就是你现在的处境，沉重、压抑、黑暗。不要推开这种感觉，不要试图立刻钻出去，试着去感受这土壤的质感。它虽然黑暗，但也温暖；它虽然沉重，但也厚实。这土壤就是你的生活，就是你现在的逆境。吸气，
想象你正在从这片苦难的土壤中汲取养分，那些委屈，那些失败，那些不甘，此刻都变成了滋养你的肥料。呼气，感觉你的根须正在向下延伸，穿过坚硬的石块，穿过冰冷的地下水，深深地抓住了大地的核心，告诉自己，我不是被埋葬，我是被种植。在这个黑暗的空间里，不需要伪装，不需要强撑，你只需要静静地存在，静静地吸收。每一次呼吸，你的内心就变得更加坚实一点，每一次心跳，你积蓄的力量就更强大一分。你不需要知道春天什么时候来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只要根扎得够深，破土而出是必然的结果。保持这种静默的张力，感受那股在黑暗中涌动的生命力，它正在你的体内苏醒。人生没有永远的低谷，也没有永恒的高峰。顺境时不骄，那是修养；逆境时不馁，这才是境界。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时刻，回头看，往往都是重生的开始。沉住气，这3个字是给躁动灵魂的一剂良药。它不是让你放弃，而是让你在因果的法则里学会敬畏时间的力量。不要急着去掀开命运的底牌，不要急着向生活索要答案。当你修得一颗清净心、坚韧心，当你能在风雨中站成一棵树，能在泥泞中开出一朵花，你就会明白，所有的等待都没有白费。相信因果，静待花开。时间是公正的审判者，他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努力的灵魂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投机取巧的念头。哪怕现在四周依然漆黑一片，哪怕前路依然迷雾重重，请你相信，这正是黎明前最深沉的蓄力。熬过去，沉下来，你吃过的苦终将照亮你前行的路，你受过的伤终将化作你坚硬的铠甲。时间自会给你最好的答案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